这是台湾最美的天牛——雾社血斑天牛。早在台湾的日据时期，它们就曾是献给明治天皇收藏的台湾天牛三宝之一。这三宝即是雾社血斑天牛、紫燕大白型天牛与黄纹天牛。此外，雾社血斑天牛还可说是台湾最大型的天牛，体长约6到7公分，最大可达7.6公分，极为硕大。不过，若拿它们跟生活在亚马逊雨林里、全世界最大的天牛泰坦大天牛相比，立刻又成了小儿科等级，因其体长竟可达17.6公分，两者差了10公分，真的十分夸张。其实雾社血斑天牛向来就是以美丽著称的，且它们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就连名字也美得引人无限想象。而其由来也正是因其外表披有亮丽的血红色绒毛，看似斑驳的血痕，加上是在南投雾社发现的而得名。奇妙的是，这样乍看起来极为高调的色泽，竟然又是与其最爱栖息的这种树山樱花的深色树皮及红色皮孔相称的演化结果，反而成为了它们最好的伪装。因此，若不仔细看，真的很容易就忽略掉停栖在树干上的天牛。不过，它们就算伪装不成被发现，也还可用所有昆虫都爱用的绝招——装死。每逢台湾春季的4、5月，就是它们羽化成虫的季节。不过，它们一旦进入成虫阶段，就不再吃东西了。唯一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任务一结束就会死去。然而，可不是所有天牛都像它们这样属于成仙的等级，可以不吃东西。因为属吃货等级的天牛还真不少，尤其是这种头大、颚也大的种类。那这只吃货是谁呢？原来是一样属中大型天牛的桑天牛。它们虽比雾社天牛小了1号，但最大也可达5公分，而且其名为桑天牛，最爱啃食的植物也正是桑树，完全是虫如其名。不过也因为这样，跟人类养的蝉抢吃着同一种植物桑树，而被视为农业上的大害虫。其实除了桑树，它们也爱啃食构树。还好现在台湾的构树已无经济价值，野外分布的又多，不然又得让它们多背一条构树害虫的罪名。这只尖纹绒毛天牛则在啃食长梗紫苎麻的树皮，看起来树皮确实被啃得乱七八糟，凄惨无比。老实说，他们还真有本事把这根枝条的一段树皮全啃光，犹如对其进行环状剥皮，搞得被啃的枝条最后得落得枯死的地步。其实天牛成虫的唯一也是最终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且寿命还很短，仅短短约1个月。因此，它们啃食树皮或树叶，充其量也仅是为了补充营养来维持寿命，同时促进卵巢成熟，以供产卵繁殖之用而已。这是因为它们已不需再靠吃来长得更大，且最多1个月就死了，所以能造成的危害其实是极为有限的。不过可别以为这些天牛成虫死了，植物就可以高枕无忧。其实危害植物最厉害的，反而是它们的幼虫，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蛀虫。因为它们可是完全躲在树干里，每天钻孔，靠啃食树的木质部来长大的。有些成长期是1年，有些是2年。那要从小小的一粒卵长大成为肥硕的蛀虫，再羽化为成虫，
那得啃掉很多很多的木头才行啊！而且有些还非得取是活的树不可，像雾社血斑天牛的幼虫就是。你看这些堆积成堆的木屑，就是其幼虫在树干里钻孔啃食后，将木屑推出所留下的痕迹。到最后，甚至会像这样让整株樱花树枯死。其实雾社血斑天牛目前仍名列台湾第3级的保育类动物，但相传在日据时代，他们就曾因天牛三宝的珍贵身价而招来杀身之祸。猎捕者甚至会破坏樱花树来取得新鲜的天牛，因此最初它们其实是先被列为第2级珍贵稀有的保育类动物来保护的。后来台湾各地为因应观光需求而开始广植大量的山樱花，使得原本仅散生于山区的山樱花变得更为集中、更大片。虽然景观变美了，但也间接的让雾社血斑天牛的族群数量得以扩张，导致不少山樱花枯死，反让这种明明已受法律保护的保育类昆虫，竟摇身一变又成了大害虫，真是何其无辜啊！其实这一切不就是人类自以为是、乱搞大自然后的自作自受吗？